上一期中说到，玉田和9位家臣讨伐凯多的行动宣告失败，10个人全部被抓了起来，押送到了花之都，按照谋反罪论处，被判斧烹之刑。就在玉田马上要被推进油锅里油炸的时候，他突然回过头，请求凯多和大蛇给自己一个机会。他对凯多说：“我们10个人一起下到油锅中，你们定一个时间，只要有人挺过来，就让我们活着出去。”玉田果然还是太天真了，这种时刻居然还相信凯多和大蛇会给他一个诺言。不过事到如今也没有其他办法，玉田必须想出来一权宜之计，保证光月家族的这些主要战斗力不会被团灭。大蛇恨不能立即处死玉田，当然不答应。但凯多对玉田这个提议很感兴趣，他让手下拿了一个钟，给玉田1个小时的时间。这么长时间，就算是泡澡也会泡晕的。玉田却一脸淡定，他告诉凯多：“你可别后悔。”玉田视死如归地走向油锅，怒吼一声，纵身跳入了滚烫冒烟的油锅之中。高温的热油烫得玉田忍不住惨叫，但是他却硬生生挺住了。警卫们实属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家臣，听到玉田的惨叫声后，立即大吼一声：“不能让主君一人赴死！大家跟上，我们黄泉再见！”所有人跟随警卫们的脚步向油锅奔去。踏上木质的踏板上时，玉田突然大叫：“待在上面，不要动！”接着，玉田双手紧紧抓住木板，咆哮一声，将木板硬生生举了起来，连同那9个家臣的重量扛在身上。警卫们等人慌了，哪里有主君舍命保护家臣的道理？位置完全反了呀！应该由众家臣踏入油锅，将玉田举起来。玉田怒吼：“闭嘴！这是我的命令，好好待在上面！”凯多大笑几声，接着放下时钟，1小时的斧烹之刑倒计时开始。家臣们待在木板上，动也不敢动，因为动一下，震动就会传到下面，给玉田增加更多的负担。玉田咬紧牙关，全身肌肉暴起，默默忍受着油锅带来的痛感以及身上的重担。周围的群众对玉田发出嘲讽的声音，他们说：“本来以为油锅处刑会华丽一些，有什么惨叫之类的，笨蛋玉田居然连声都不吭，浪费时间。”其他人纷纷跟着附和。混入人群中的小忍流着泪，听到百姓们说出这样的话，怒上心头，抓住诽谤者，将他摁倒在地。忍者刀反向握在手里，架在那个人的脖子上。你敢再污蔑玉田大人一句话，试试，我立刻杀了你！你们才是傻瓜笨蛋，根本什么都不知道。小忍站起身，看着这些愚蠢痴呆、一脸吃瓜表情的百姓，怒道：“你们以为是因为什么才能让你们平静地活到现在？要是在这里失去玉田大人，你们就不知道会有多恐怖了。你们不知道玉田大人阻止了多少不幸。黑炭大蛇既不是读者，也不是将军，大蛇根本不想身居高位，他是一个复仇者。”大蛇和玉田在大蛇成内的密谈终于借小忍的嘴曝光出来。原来大蛇和黑炭木禅、黑炭禅丸费尽心思夺取将军之位，根本不是为了权力这么简单。对于大蛇来说，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是虐待黑炭家族的罪人，他坐上将军之位就是为了毁灭这个国家，是为了向和之国的人复仇。大蛇的爷爷因为谋反罪被株连9族，大蛇和黑炭家族的人不认为谋反是错，反而认为这场权力斗争中自己的家族落得如此下场，全是和之国百姓和光月家族的错。因此大蛇准备对和之国所有人展开复仇。当玉田准备砍下大蛇的脑袋时，大蛇给玉田看了自己的藏品，大量的武器和被拐来的数百人，这些全是献给凯多的贡品，如果把他们交出去，估计这些人会痛不欲生地过完这辈子，根本不会有正常人的生活。凯多会将这些人玩弄绿杀，要么就是卖出去换钱。玉田一怒之下与凯多展开厮杀，几乎要把大蛇城毁了。这时候大蛇提出一个建议，连恐吓带欺骗的告诉玉田，要想阻止凯多和自己继续害百姓，就要每周1次到大蛇城的前面跳裸体舞，否则凯多就会发动全面战争。前面说过了，这很明显是凯多和大蛇的缓兵之计。全面战争对凯多和大蛇一点好处没有，甚至有可能直接把他们刚刚在和之国建立的势力给除掉，所以他们唬住玉田，阻止他发动战争。大蛇告诉玉田，反正我也不打算在这个国家长居，只要你遵守约定，5年后我就会离开。这句话就算是路飞这种傻子都不会相信。大蛇前一句还说自己不是为了位居高位，而是为了复仇，向和之国所有的人复仇，后面就告诉玉田自己5年后就会离开，这不是扯淡吗？即便大蛇5年后离开，也是杀光了和之国所有人之后才会离开。然而这句话玉田相信了，他放下了手中的武士刀，跪在大蛇面前，答应大蛇给他跳5年的裸舞，只求大蛇放过和之国的百姓。凯多虽然是个小人，但是他说的一句话非常在理。他对玉田说：“你就是和之国最蠢的蠢货。”处刑现场，小人大声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公布出来。
以锥子头为首的忍者番众冲上前，将小忍当场制服，把嘴给我闭上。真相只会引起混乱，人们都已经相信反抗将军的傻瓜玉田会被处死，处刑也会如期完成。你来这里说了这些，想必也是活得腻歪的。小忍一点不怂，勇敢地说道：“在下至死都是玉田大人的家臣，与你们这些大蛇的走狗不相为谋。如果玉田大人会被处死，我也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了。”围观百姓们听完小沈的叙述之后，大家的想法发生了急剧的变化。他们终于知道，眼前这个即将被处死的男人是和之国唯一的希望。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大蛇释放玉田。大蛇眉头一皱，随手往宣泄的人群中一指，数支毒箭从空中射出来，将几个围观的群众瞬间击倒。大蛇看着惨叫的百姓，充满厌恶和鄙夷地说道：“一群渣滓！”大家终于明白，大蛇作为黑炭家族的复仇者是多么的可怕和冷血。大家大声给玉田加油！警卫们等人一听这些人的喊声就来气，这些群众真的是墙头草，抵制玉田的是他们，支持玉田的又是他们。警卫们等人刚要出声反驳，玉田却沉喝一声：“感激不尽！”这些声援的群众，大蛇不可能置之不理，安排手下手持武器将群众团团包围。府里油温已经超过700度，还在不断的升高。玉田的体力越来越不支，他喘着粗气，脚下拉开距离，和警卫们等人说出了自己的一个决定：如果我撑过了这个斧烹之刑，我想让和之国开国。和之国的锁国与光月家族有很大的关系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是光月家族将这个国家与海外隔绝，为了保护和之国不受巨大之力的侵害，和之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在等着某一个人物出现。那位人物跨越了800年的岁月出现之时，和之国必须成为一个接纳他、帮助他的国家。玉田喘着粗气，告诉自己的家臣们，自己今日一定会死，希望家臣们取代自己，让和之国开国。油炸的时间终于过去了30分钟，玉田依然顽强地坚持着。大蛇气得将酒碗狠狠丢在地上，破口大骂。当即命令手下将油锅的温度升高，将锅里的油烧沸起来。属下们一听，慌忙抱来大把的木材，不断地将木材丢进锅底，加大了火焰。锅里的油很快被烧得翻滚沸腾，不断的冒泡。玉田被烧得大叫不止，但拖着家臣的手臂却一点都没有放松。人都说，在快要死去的时候，这一生的片段都会像放映机一样在脑海中重放一遍。玉田被烧得翻了白眼儿，与白胡子的相遇，跟随白胡子和罗杰冒险的情景，一幕幕的在脑海中回放着。这个时候真的是太快乐、太自由了。距离斧烹之刑结束的时间还有10秒，围观的群众一起大声的倒计时。大蛇已经浑身发抖，光月玉田到底是何方怪物，高温都奈何不了他。时间终于结束了，光月玉田成功熬过了斧烹之刑，四周一片欢呼声。玉田的家臣们也忍不住庆祝起来，只有玉田面无表情，继续忍受着痛苦。这一次，玉田终于看透了大蛇和凯多的本质。他说对了，大蛇和凯多根本没打算让他活着离开，他今日必须会死在这里。行刑场周围一大排的枪手举起来福枪，瞄准了玉田和玉田的家臣。所有人都懵了，不是说好了撑过斧烹之刑就放过玉田和他的家臣吗？大蛇哈哈大笑，恬不知耻地说道：1分钟之前我已经决定将斧烹之刑改成枪决了，而且处决的不光是玉田，他的全家都得死。群众中有人发出抗议的声音，大蛇的手下毫不犹豫地上前就是一枪。谁敢对大蛇的决定有异议，现场赠送枪子1枚。围观的群众很快被大蛇的枪手给打得四散了。不过这正好给玉田腾出了空间。玉田双臂发力，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，将他的家臣们给扔了出去。拜托你们了，一定要将和之国开国！9位家臣刚一落地，警卫们哭着大吼一声：“快跑，去9里！所有人不要回头！”小忍挣脱了锥子头，紧随警卫们等人奔跑起来。大蛇指向奔跑的10个人，大喊道：“杀了所有人，抹除光月的名字！”凯多猛喝一口酒，哈哈大笑。他看着独自一人浸泡在油锅里的玉田，掏出一把手枪：“我来送你最后一程，算是情分吧。光月时代到此为止了，你们所有人都得死。”玉田露出一丝笑容，他说：“可别小看了我家的武士，你再怎么挣扎，结果都会英雄就义，变成后世的传说。”玉田痛苦地喘着粗气，他面对凯多的枪口毫不畏惧，平静地说道：“就算忘了我也没关系，我的灵魂会一直活下去，能成为一段9次闲谈便足矣。”凯多沉默一下，缓缓说道：“老太婆的事情对不起了，我已经把她杀了。”玉田微微一笑，接着他摆出自己的标志性 pose：“ 我的家臣，我的妻儿，再见了！我先走一步，先熬白煮，方显玉田本色。”凯多对准玉田的脑袋扣下了扳机，玉田身子一弯，直接倒进了翻滚的油锅之中。围观的百姓们流着眼泪发出尖叫声。
海贼王中最悲壮的人生，和之国最了不起的真男人光月玉田，终于走完了自己的一生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壮烈地死在敌人的枪下，不曾生发一句怨言，不曾为了苟活对敌人说一句谄媚的话，一生热爱自由，热爱百姓，纵使一直被百姓误解，却无怨无悔，默默承担，得此大名，举国之幸，失此英雄，民族之爱。